钟便如约响起。他习惯性地皱了皱眉头，把手机按掉，短暂赖床3分钟后才缓缓起身。卧室的墙上贴满了偶像的照片，尤其是一张放在书桌上的王鹤棣海报，总能提醒他努力学习，将来才能站上属于自己的舞台。他走进洗手间，迅速洗脸刷牙，然后穿上整洁的校服。校服对他来说不只是一套衣服，更像是一种身份的象征，一个正在奋斗的高中生。窗外微弱的阳光透过纱窗洒进来，为新的一天拉开序幕。他走进厨房，妈妈已煮好鸡蛋和豆浆。快点吃，别迟到了。妈妈边说边为他背上书包。这个简单的清晨场景是千千万万中国家庭的缩影，也是他生活的温度来源。7点整，美美踏出家门，脚步一如既往的坚定。她住在离学校2公里的老小区，既没有地铁，也没有专车接送，每天步行上学成了她锻炼意志的一种方式。一路上，她会经过一个早餐摊，卖着热腾腾的油条和豆腐脑。摊主大叔总是笑呵呵地跟她打招呼：“小美今天又早啊，加油啊！”这些微小的互动构成了她生活里温暖的注脚。路上他会边走边复习昨天的英语单词，有时候甚至一边听英语听力。别人早晨在睡觉，而我在走路学习。他常这样自我激励。也正是这份自律，让他在年级中一直保持优异的成绩。7点50，美美到达学校，教室里已坐满了人，空气中弥漫着墨水味与早餐残留的香气。他迅速坐好，拿出语文课本，开始大声朗读《离骚》片段，长叹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。早读是他一天中最专注的时刻，也是检验记忆成果的最好机会。他的声音洪亮，节奏清晰，仿佛要通过朗读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。他相信语文的积累靠的是日积月累，而不是临阵磨枪。老师走进教室，点头对他说：“杨美美，你读得很不错，继续保持。”这短短一句鼓励让他充满动力。他喜欢这份被认同的感觉，它让他更坚定努力的方向。数学老师姓刘，年近40，总是一副严肃模样。他今天讲的是函数图像的变换，每每早在预习时就被这个知识点卡住了。黑板上密密麻麻的公式和图线仿佛在向他发起挑战。他举手提问：“老师，如果平移函数图像是左右移动，那么纵向伸缩会影响对称轴吗？”刘老师稍一愣，点头赞许：“这是个好问题。”接着开始详细讲解。对美美来说，提问是她突破自我的方式。她不怕出错，更不怕嘲笑，因为她知道，真正的学霸不是天生聪明，而是愿意面对问题。下课铃一响，教室顿时变成江湖。有的人奔向操场，有的围着讲台继续请教老师，还有的掏出零食偷偷开吃。美美则拿出语文高考真题解析，默默看起了《红楼梦》的考点。旁边的同桌打趣他：“你是不是把课间当黄金了？”他笑笑，时间就像牙膏，挤一挤总会有的。这短短10分钟是他巩固知识、思考问题的宝贵时光。他深知高中不是熬时间，而是拼效率。语文老师今天讲的是项脊轩志，讲到庭有枇杷树，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。老师声音低沉了些，每每听着听着眼眶也湿润了。这是他第一次在课堂上被文本深深触动。他仿佛能感受到归有光写作时的孤独与怀念，也明白了语文不只是知识，更是情感的寄托。下课后，他在笔记上写了一句：“书中有梦，也有泪。”他知道，这样的感动正是成长的一部分。午饭时间到了，美美与好友小茹一起前往食堂。今天的菜单是红烧鸡腿配青菜炒豆腐，加上1碗米饭，花了11元。他最喜欢食堂的一点是人人平等，无论你是优等生还是调皮鬼，大家都排队打饭，坐在一张张桌子前，说说笑笑。吃饭时，小茹悄悄告诉他：“我们班有人喜欢你。”美美一愣，然后脸颊微红。青春期的悸动就藏在这饭菜与笑声之间。随着午餐的结束，
教室慢慢安静下来。教室的窗帘被轻轻拉上，阳光透过缝隙投下斑驳的光影，像是时光的涟漪。美美从书包里掏出一条浅蓝色的小毛毯，铺在桌子上，把头埋进臂弯里，慢慢闭上了眼睛。她的呼吸渐渐平稳，耳边是同学们轻微的鼾声和教室外风吹树叶的沙沙声。在这一刻，仿佛世界都安静了，只有她和自己的内心在对话。梦境悄然展开，她梦见自己坐上了开往北京的高铁，录取通知书紧紧握在手里。父母在站台挥手，她的眼眶泛红，却笑着说：“我会努力的。”她走进清华大学的大门，迎着风，阳光洒在她身上，那种满足与自由，她从未如此强烈的渴望过。突然，一支粉笔啪地掉在地上，打断了她的梦。她睁开眼，教室恢复喧闹，几个男生在小声笑闹，但她却有些恍惚。那个梦虽然短暂，却像一道光划过心头。她轻声自语：“我不能停。”这1个小时对别人来说可能只是趴在桌上闭眼的休息，而对杨美美来说是逃离现实，与梦想重逢的神圣时刻。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片刻，构建起她与未来之间最坚定的联系。下午第1节是英语课，美美一向对这门课情有独钟。她坐在第2排靠窗的位置，刚好能看到天边浮动的白云。英语老师是刚毕业不久的女教师，名叫 Cici， 笑容温柔，说话节奏轻快，就像春天的风。这节课讲的是 The Power of Dreams。当老师用流利的口语说出 Dreams are the seeds of reality 时，美美的心一下被触动。她仿佛听见了自己心底那个不敢说出口的愿望，走出国门，去更大的世界闯荡。Cici 在课堂上讲了自己的经历，大学时申请到交换生机会，一个人去英国待了1年。她说刚开始连点餐都紧张的冒汗，但3个月后能用英语和外国人讨论电影、政治和人生。这个故事让美美听得入迷，眼神泛光。在练习口语对话时，美美主动站起来，和同桌配合完成了一段有关未来职业的演讲。虽然发音还不完美，但她的眼神坚定，自信满满。她坚定地说出这句话时，班级突然安静了1秒，然后爆发出掌声。那一刻，她知道，语言不仅是考试的工具，更是打开世界的钥匙。她第一次深刻理解到，每一个音标的练习，每一次口语的大胆开口，都是在为梦想铺路。下课后，她默默在笔记本上写了一句：“英语是我通往世界的风帆。”她决定晚上要再多听2篇 BBC 新闻，哪怕只是几分钟，也不浪费。